零基础入门 AI 做游戏，引擎应该怎么选？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你不是有明确的就业方向，或者很熟悉某个引擎对应的语言，那就选戈多。我这里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展开说说为什么。我之前 Unity 和 UE 都使了至少4年，而且今年花了4个月用 UE 加 AI 做了一个游戏 demo 上架了 Steam。但是我用 UE 是因为这个引擎我熟，我最近想体验一下传说中的戈多加 Codex 的组合，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起飞了。就这么跟你说，我目前用这个新组合用了几天，另外做了一个小型的底部挂机游戏的实验，目前基本功能和美术已经实现很多了。而戈多这个引擎我还完全不会用呢，就我既不会用 GDScript， 也不会用这个软件的界面，我只知道上面有一个播放按钮是运行，就这么夸张。然后就具体说说为什么能起飞，为什么推荐大家用戈多。目前的主流游戏引擎就3个 ，Unity、UE 和戈多。这3个引擎肯定各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但是我使用下来感觉，对于一个零基础想入门 AI 做游戏的，引擎中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 AI 的参与度，这里包括了 AI 参与的程度和难度。AI 的参与程度高，就意味着其实你越不需要学这个引擎，包括它代码怎么写以及编辑器怎么用。而 AI 参与的难度越低，就代表你开始的时候工具链折腾的越少，代表 AI 执行起来越快，代表花费的 token 越少。戈多的强项就是在这3个引擎中 AI 的参与度最高，它之所以这样是跟它引擎自己底层的设计逻辑有关的，这里就不展开了。我在用 UE 加 AI 的时候，使用逻辑是，其实我是会用 UE 这个引擎的，然后 AI 帮我写一些纯逻辑计算的东西，然后我在引擎里用蓝图把这些东西拼起来。如果有不会的，也是 AI 告诉我蓝图应该怎么连，然后我根据它的提示去连。如果这个时候运行出现问题了，我还要对我写的东西和他写的东西进行隔离测试。虽然现在有 5.8 的 MCP 了，但是读蓝图依旧是个很慢的过程，费 token 不说， AI 写的蓝图可读性也很差。我这个 UE 的项目目前正在逐渐的用 C++ 去替代原来的蓝图内容，就是因为蓝图 AI 读起来很费劲，导致它没有办法理解我整个工程的逻辑。而到了戈多，简直就开启一个新时代，就是我聊好了设计文档，然后告诉 AI 说我把戈多装在这儿了，它就直接开始给我干了，就连项目文件夹都是他建的，他自己建工程文件，自己做工程配置，自己写代码，写完自己运行找 bug， 然后还居然根据我的视觉参考画了一个 UI 的简版，然后就直接给我打包让我测试了，就整个流程编辑器我都没开。那现在就有人问了，这不就一键做游戏了吗？还学啥呀？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没有 AI 以前，所谓的学习做游戏，实际上主要学的是怎么使用引擎做游戏工程的开发。而现在其实学习的重点可以更多的聚焦到从游戏概念到落地的整个流程上了。比如可以更多把精力放在思考你平台受众和商业模式是什么，是靠广告盈利的小游戏，还是靠买断制的独立游戏，还是靠持续运营的手游你游戏受众是谁，玩家游玩的场景是什么，玩家为什么喜欢玩这类游戏，什么是游戏循环，如何设计正反馈，美术风格如何确定，氛围如何打造，玩家体验如何实现，项目周期如何设计，进度如何控制，游戏怎么营销，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导致项目最后失败。这些东西是个人和小团队在入门做游戏最开始就应该学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把精力耗在学习这个面板干什么，那个面板是干什么，什么是面向对象，怎么先 print 一个 Hello World 这种东西。那开发技术相关的就不用学了吗？当然也不是，现在要学习的技术其实是游戏引擎实现各种功能的逻辑和流程是什么，比如什么是场景、灯光、材质、模型、碰撞、动画、粒子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而这些内容在大部分引擎是通用的，比如我之所以能够完全不会用戈多的情况下，通过给设计文档就能让 AI 直接生成一个大差不差的结果，是因为我以前其他2个引擎的经验在起作用。我知道我设计的游戏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逻辑是什么，我在脑子里能够构建出来这个游戏实现路径和最终效果，那我就能用 AI 在一个我完全不会的引擎上实现一个我完全可控的结果。而戈多就是一个你最容易上手去学习那些主流引擎通用技术逻辑的选择。我觉得未来游戏开发者是会逐步实现引擎自由的，不会像以前那样，开发者因为编程语言和编辑器的熟悉程度被限制在某个引擎里。比如以前你学 Cogos 的，那你以后就去做小游戏，你学 Unity 你就做手游，你学 UE 你就去做 3A。 以后你只要懂了这些引擎通用的逻辑，借助 AI 你是很容易实现引擎的迁移的，所以你就不用再纠结他们争的说这个引擎这个好，那个引擎那个好，你以后不是嫁给了任何一个引擎，你随时可以换。所以以后谁在搞什么本地特供版，搞什么花几十万去水印，你就让他去死
就行了。